我有什么老公不老公的呀？你不拿我当回事儿，我就把你当送上门的一便宜给占了呗。海龟勤奋的天才发明分歧终端机，据说能公平和平地解决人类所有分歧，包括但不限于科索沃战争、巴勒斯坦问题、美国总统换届等难题。这个项目王多鱼听了都想投，但他没赶上趟。这个发明最终被暴发户老范以200万英镑的价格买断。就这样，勤奋也成了暴发户。解决了事业问题的他开始着手填补情感空缺，踏上了慢慢往上征婚路。勤奋的择偶要求具体到会叠衣服，他对自己的条件也如实相告：留学生身份出去，学无所成，海外归来，不算大好人，也没做过什么坏事，总体属于不拖社会后腿的那一类。之后，勤奋先后约见了几个人，有一直对他念念不忘的同性恋故友，也有目的推销员，导致勤奋一度对网络征婚心灰意冷。直到遇到了海航空姐梁笑笑，对方优越的外表条件让勤奋眼前一亮。他这人一贯用什么说什么，夸起人来也十分自然。笑笑来赴约是因为勤奋的征婚广告写得很实在，比起那些吹嘘自己或者动辄写一大堆酸话的男人好太多。两人说话开门见山，勤奋喜欢性情一点的，他有些怀疑笑笑是来相亲的还是来推销飞机的，毕竟她这么漂亮，眼光应该也不低。笑笑表示自己能坐在这里就是因为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要她现实一点。勤奋听出了弦外之音，看来对方没什么诚意，只是一直迷茫才稀里糊涂约见了自己。勤奋也不恼，大方的表示这样直说也没什么不好，遂起身告别。勤奋的直爽反倒让笑笑觉得他是个有趣的人，便追出来邀请勤奋找个店继续聊会儿。饭桌上，笑笑喝了点酒，随后便向勤奋倾吐自己的不快。他爱上了有妇之夫，现在爱而不得的苦恋中不停挣扎，他的委屈和痛苦无人可说，憋在心里憋成了心病，和勤奋大概不会再见，也就不在乎对方怎么看自己，于是索性一吐为快。勤奋打趣地说陪怨妇喝酒要收费，笑笑将钱包扔了过来让他先喝一杯。勤奋表示自己真的喝不了，笑笑提出那就拿一个秘密作为交换。勤奋本想将自己的秘密烂在肚子里，被笑笑一通激将后打算说出来。他再三确认两人不会见面后，讲起了自己的秘密。勤奋在美国和朋友开过一家旅行社，有一次接了个局长带队的政府旅行团，勤奋对团里的翻译小白一见钟情，10几天的相处后，两人确立了关系。小白请勤奋帮自己留在美国，勤奋二话不说答应了下来，并找朋友配合一起留下小白。朋友却表示能接到这个活靠的就是他和局长的关系，如果有人滞留美国坑了局长不说，以后的生意都要泡汤。勤奋自然知道多说无益，他只能求朋友不要告发小白。就这样，小白最终还是跟着团队回了国。离开时，他看勤奋的眼神像刀子。我有什么老公不老公的呀？你不拿我当回事儿，我就把你当送上门的一便宜给占了呗。勤奋回国后，当年的局长邀请他吃饭，团里的人都来了，唯独不见小白。众人告诉他，小白从美国回来后就自杀了。勤奋这才知道小白有个常年家暴的丈夫，无法逃离的他还被人告发，最终承受不住选择了赴死。勤奋悔恨交加，得知是朋友告发小白后，狠狠地打了他一顿。这件事也成了他不敢触碰的秘密。于是勤奋和笑笑成了知道对方秘密的陌生人。不久后，勤奋继续踏上了征婚旅途，但无一例外都不太靠谱，有必须要倒插门离婚还会被打断腿的苗家女孩，也有记性很差隔天就忘事的大姨，还有性冷淡的年轻寡妇。勤奋的相亲路十分坎坷，他的征婚网撒在全国各地，本人也就东奔西走，四处约见相亲对象。这天，勤奋在去往杭州的飞机上偶遇了笑笑，还有那位让他深陷情网的有妇之夫。勤奋劝笑笑当止则止，否则越陷越深，如果想喝酒可以找自己，两人当个酒友也不错。勤奋打算在西湖附近买个房子，卖楼的姑娘带着他来到西溪湿地，这里风景秀丽，人迹罕至。正看房时，笑笑打来电话，他心情不好，请假留在了杭州，约勤奋出来聊聊天。勤奋下午约了征婚对象，笑笑表示自己可以在旁边喝茶，之后还能给他参谋参谋。这次的女孩长得漂亮，家世也好，两人相谈甚欢。遗憾的是，对方想让勤奋喜当爹，勤奋表示这件事他还是想亲力亲为。姑娘离开后，笑笑让勤奋陪自己去见个人，这人自然就是已婚男。笑笑挽着勤奋介绍他是自己的新男友，还自顾自编起了两人是如何二见钟情的故事。已婚男则深情脉脉地嘱咐勤奋照顾好笑笑，包含他的任性和小脾气。这戏勤奋实在演不下去了，站起身告诉已婚男笑笑心里只有他，还天天为男人酗酒买醉。说完便转身离开。不久后，笑笑打算做个了断，他和勤奋约在初次见面的地方。彼时勤奋的征婚对象是个炒股的女孩，在对方看来，她属于跌破发行价的股票，言外之意就是没看上。笑笑问勤奋进展如何，勤奋如实相告。紧接着，笑笑语出惊人，表示自己想做勤奋的女朋友，以结婚为目的的那种。笑笑还坦言自己可能会身在曹营心在汉，询问勤奋能不能接受。最终，两人以身体忠于对方，思想偶尔开小差的条件约定了恋爱协议。笑笑希望勤奋能陪自己去一趟北海道，他和已婚男在那里开始，也想在那里结束。两人即日启程抵达北海道。勤奋的朋友吴桑迎接二人的到来，并担任向导。途中经过一间寺庙，勤奋打算进去拜一拜，
却被告知今天寺庙不对外开放，秦奋说什么也要进去参拜，让乌桑再好好交涉一下。最后三人成功进入寺庙，并莫名其妙参加了一个黑社会的葬礼，还不得不使劲憋出几滴眼泪。原来这就是寺庙不对外开放的原因。我有什么落空不落空的呀？你不拿我当回事儿，我就把你当送上门的一便宜给占了呗。不多时，天空下起了雨，乌桑带着两人赶往旅店。途中，一个四姐妹居酒屋吸引了秦奋的注意。放好行李，三人出门吃饭。笑笑好奇秦奋为什么能容忍他心里有别人。秦奋坦言，他就是看准了笑笑是个不会三心二意的人，谁也不是傻子，真想玩他不一定玩得过自己。秦奋的话说得不好听，但也是大实话。笑笑不高兴地起身离开，一旁的乌桑看出了门道。秦奋说出这些稚气的话，只能代表他真的喜欢笑笑。夜色渐浓，秦奋对四姐妹居酒屋念念不忘，两人便来喝个尽兴。谁料如花似玉的四姐妹已经变成了四个老太太，门口的招牌是他们40年前的照片。既来之则安之，两人要了一瓶威士忌，不醉不归。冷静下来的笑笑料到他们在这儿，也打了个车来到酒屋。热闹的气氛冲散了两人之间的不愉快。翌日，三人经过一个教堂，秦奋逢庙就进遇佛就拜，教堂自然也不能放过。确定神父听不懂中文后，他从自己幼儿园做的坏事忏悔起。乌桑和笑笑闲聊，说秦奋是个骨子里理想主义的人，浪漫又有趣，他们看起来很合适。笑笑不了解秦奋，但直觉他是个值得信赖的人。如果不能跟自己爱的人在一起，那就找个知己度过余生。对于笑笑的想法，乌桑很不赞同，他认为这样对秦奋不公平。眼看日头西沉，秦奋还在滔滔不绝地讲自己做过的坏事，神父已经累得站不住。看来眼前这小子是个罪孽深重的，庙小罪大，自己这里可容不下。秦奋被乌桑拖走，三人到山里逛了一圈，笑笑心情不错。下山后，两人在海边吹着风，秦奋认真地告诉笑笑自己爱她。回到旅馆，秦奋和乌桑沉沉地睡去，笑笑留下一封绝笔信离开了旅馆。这些天他无论如何努力，都无法走出绝望的深渊，扑面而来的窒息感总是撕扯着他，所以笑笑决定离开。自私也好，愚蠢也罢，他希望秦奋能原谅自己。笑笑没能顺利离开人世，他被路过的渔船救起。秦奋咬着牙骂他太傻，但无论发生什么，他都决定要陪着笑笑。阎王殿里走了这一遭，笑笑彻底放下了过去。不久后，笑笑出院，秦奋像他说的那样寸步不离守着笑笑。两人在游轮上偶遇了风险投资人老范，百年难遇的金融危机让他赶上了。破产的老范四处推销分期终端机，闭门羹不知吃了多少，老范就没少被忽悠过，又是买拐又是买轮椅的，希望他的智商能早点占领高地。秦奋帮老范擦了擦眼泪，表示自己可以花100万日元买下，等金融危机过去再高价卖出去，到时候成果两人共享。最后，任何解说都无法代替原片，好作品值得您完整体验。